今天怎么这么乖啊？怎么这么帅等我下班啊？送你个香吻作为奖励。行不行？你会后悔的，你会后悔的。妈，这是我妈，这位就是小曲。你好，小曲。你好，伯母。真没想到，真人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。伯母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你要来，真是太不好意思了，真的是太不好意思了。我要早知道你要来的话，我就应该早结束会议的。我让启平别打断你工作，我听说你很能干，一个人主持一家公司，真想不到，也难怪，过节都不休息，还要出国谈生意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没想到年纪轻轻的就能独当一面。哪里，我都是靠我爸妈给我铺路，我顺着路走就好了，不像我们家点。赵医生都是靠自己的实力一步一步走向手术台做主刀的，我心里最佩服的就是赵医生啦。别肉麻，我吃素。其实我荤素不忌的，我一紧张就会说错话，伯母你可千万原谅我年轻不懂事儿哦。我一直握着你的手，没有把你的手给握疼吧？没事。阿姨，你来出差几天啊？我看看这2天我能不能安排时间，做你的专职司机。不用，我呢来开个会，明天一忙就没时间了，就不再打扰你们了。好了，别在这儿聊了，咱们找个地方吃饭吧。走。伯母，你上车。爷，您慢着点儿，这路都是瓷砖路，你别摔了。这个餐厅呢是我经常来的餐厅，菜做的可好吃了，而且呢性价比还特别好。这是什么菜系啊？本帮菜、淮扬菜啊。不过我听说这个陕西厨子做陕西菜做的也很好的。洗手间在哪儿？在那边，转个弯就到了。我去一下。要不要我陪你去啊？不用了。假账！你搞突然袭击是不是啊？你想吓死我呀！早知道你妈没有来，我中午好歹也背几个成语，背几个英文单词，我好心里有底呀。吓死人家了！你赔我精神损失。你是装老实装累的吧？伯母，这些都是这家店的特色菜，都很养生的。你看看你想吃什么？你们熟，你们点。我点。现在女孩子为了减肥，晚上不吃晚饭的居多，我也挺认可的。不过我明天用脑过量，我就不节食了。你随便，不要以我为念。难怪伯母你身材这么好呢，谢谢伯母你的体谅。既然您这么直率，我就不用再装胃口好了。年轻真好，做鬼脸都可爱。真遗憾，5·1的时候没见到你。可是这次呢，我也比较忙，也不能与你多聚一聚。请说。应该是与你们多聚聚。除了你儿子我，谁想跟你多聚聚？妈，这次我攒了5个字，你看，哪5个字啊？每次见到我，都要考考我。
我也有3个。哦，天、人、素。你认的？嗯哼，我查过。这一次我赢了，这不过怎么念是吧？不过你这几个我可真不认得。啊，第一个呢，念省，省。第二个念什么意省就是有2种，一个是形容词，一个是动词。形容词是说眼睛这儿长了个什么东西。我这2天忙，就不给你电话了。哦，后天可能就回去了，这么快就走了？多待几天吧。家里还有好多事呢。哎，行吧。启平，来把衣服穿上。啊？我叫辆车来接我，你不用管我了。伯母难得来一次，你多陪陪她。那好，车叫了是吧？叫了，你跟伯母先走吧，不用管我。我到家告诉你。那行，不管你了啊。我到家跟你说。伯母再见。再见，小心一点。我们走了。这小曲是个很有个性的孩子。但是个性太鲜明。我提醒你一句啊，激情过后，这婚姻的生活可是很漫长、很枯燥的，你可要有点远虑。我有考虑，既然2个相差很大的人能走到一起，以后也虽说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吧。可人不像病理，连病理有时都会千变万化，人更是个大变量。太依赖远虑，可能会走错方向。你从小呢，就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孩子，我不用多说了，你心里有数就行了。哎，最近你们医院的研究成果不少，这质量也还行。可是你们科室的这刊登率，Andy， 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居然碰到全天下最讲道理的人。我更没想到的是，那个讲道理的人，他居然说我是好孩子。谁呀？这么高评价？你绝对想不到，赵医生他妈。哇，你见家长了？不光是见了，刨去我装淑女装得很辛苦的那部分以外，气氛还是很融洽的。我跟你说 ，Andy， 赵医生的妈妈真的是全天下最讲道理的好人。俗话说，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，跟我就是有缘分。你看你这兴奋的样子，肯定是伪装的还不错。那当然了，我的演技，奥斯卡女主的范儿。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2202找关关，找邱莹莹，找樊大姐，分享我的喜悦了。在，关关在，但是关关这几天因为老是要加班，所以今天下班早，说不洗澡她也要睡觉。邱莹莹呢，化悲痛为力量，天天晚上出去推销咖啡，10点以后才回来。樊小妹好像是说公司 VIP 线下活动还在联络客户。哦，连樊大姐都这么励志啦。哎呀，为什么分享个喜悦都这么难呢？没办法，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。不过呢，如果你要是求我的话，我可以收留你，或者你自己独自去偷欢。我要回去洗澡，等我们家赵医生回来。拜拜。
怎么了？被你妈妈训了吗？我有没有挨训，你应该最清楚吧？看你这一张臭脸，不是挨训还能是什么呀？你做事有底线吧？怪了，我说呢，你议论我议论的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转移话题了呢？原来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吗？有啊，当然有啦。刚才在你妈妈面前表现怎么样啊？赵启平啊，我担心呐，你妈妈是教授哎，我心虚死了，我生怕你们在背后嘲笑我没有文化。不管你担心什么，底线就是底线。你没有底线。有，我有，你们不也在背后说我吗？是不是不应在背后说人呢？你们在背后说我都没有生气，参与一下也不算过分吧？而且我在听到你们说别的话题的时候，我就把电话挂断了。我是懂得尊重别人隐私的，不信的话你根本就没明白我在说什么。你为什么那个时候想不该我打电话了？你要是发现不对的话，就应该当机立断把电话挂掉，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呀。我就是关心嘛，就像你所说的关心则乱。我要不是因为太爱你了，又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？喂，我就来。不行，你没有消息不能让你走。你要是走了，就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你根本就没意识到你自己错在什么地方。你有什么疑问可以问我，为什么要窃听？你会跟我说实话吗？你不会，但是这个时候我必须每个字都知道。我对你很失望，你让开，科室会诊，我得赶快过去。你们刚一上桌就拿出冷皮子比拼，可是你没有想想我在场了呀，我很尴尬，你不是纯属让我难堪吗？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我就怕你妈知道以后会看不起我，我心虚死了。明明知道我的水平就是这样，你还这么做，你为什么不先承认是你先错了？你让开。我要去医院。不能让你走，你骗人！你们科室肯定什么事情都没有，你要是出门了，就肯定回自己家了。你看，你看，是不是医院打过来的？是不是科室打过来的？你看，医院都是人命官司。你要再这样，我只会更生气。你早点回来。糟了，他是不好了。喂，改赵，你忙完没有啊？没呢，不好意思啊，从昨天忙到今天，都没空跟你联系。还两台手术呢，估计忙完得到很晚了。哦，没事，我就是想跟你说，我出车祸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人没事吧？有事儿你不也过不来吗？你不还要做手术呢吗？对不起啊。没事儿，我人没事儿，就是车撞坏了，得送去维修。这2天我可不可以借你的车开一下呀？行啊，那你现在能开车吗？当然可以啦，是别人撞的我，又不是我撞的他。那这样，我待会儿打车过来，把你的车开走，顺便给你带好吃的。OK？ 行，你路上小心点啊。拜。
喂，包总，打电话给女朋友的闺蜜那是忌讳哦，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哦。哎呦，这回记住了。给你打电话呢，主要是想请你帮个忙。我最近有些事情要处理，不能陪在安迪身边了，希望你能帮我照看着点儿。安迪，他不需要帮助吧？要不然你明确指示我努力领会精神。指示倒不敢当，只是希望你能给我通个风，报个信儿。你也知道，安迪这个人独立，他最近遇到一些事情，我挺担心的。求你帮个忙，每天给我知会一声他过得好不好。我真是没办法了，才出此下策的。不是我才请你帮忙的。这么宝贝呀，有古怪。行，这次就算是为了安迪，我就不敲你竹杠了。正好下午我要去医院找赵医生，顺便晚上给安迪吃一个饭，帮你承担他的烧烤。感激涕零。再见。好好的，你说包总怎么那么关心安迪呀？安迪有这么脆弱吗？关心则乱，很正常。听上去好像很甜蜜的样子。那你呢？你乱不乱呀？你说哪方面啊？那方面。哪方面？那方面。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说不说？说乱不乱？啊，我呢不会那么乱。但是你放心，我很科学，不会让你觉得很受束缚。科学更要真的命了。我跟你说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跟安迪约好了一起回去。行，路上小心啊，大家给我发微信。哦啦，你记得吃完哦。拜拜。拜拜。Hello， 差不多了，你到了吗 ？OK， 那我下来。怎么样？我刚骗出来的。我准备给赵医生的车上装一套高级的车载音响，给他一个惊喜。这车还不错啊，音响很差吗？我想给他装一套更好的呀。他每天上下班都愿意听音乐，我想要讨好他。爱一个人，为什么一定要讨好他呢？你是不知道，安迪，我每天跟他在一起，其实压力好大哦。我总觉得我不能真的让他开心，有些时候我觉得我表面上把他逗乐了，可是他心里还是在嘲笑我没有文化。你放心吧，他早就习惯你没有文化了。嗷！我最烦你们这种文化人啊，总是嘴上还养，心里鄙视。你个小包总，你们俩这种异地恋是很危险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可千万不要相信男人的定力啊！反正我是不会相信，伟大的爱情是可以靠自觉来维持的，所以我要想尽一切办法，我要把他绑在我身边。我不这么认为，我觉得看得太紧，他反而会跑掉的。再相爱的两个人，也是需要彼此的个人空间的。哪个光棍过来的不想个人空间呀？但是他是我的人，既然我们在一起，我们的个人空间就应该在一起，我就有权利看他的手机通讯录，看他短信，他也可以看我的呀，这样才是真的一对呀。你这样不累吗？